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湖北的大山里面。说到野人，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神农架。那么今天我们来的这个地方呢，叫做野人谷，就是说这里呢以前也有野人，今天就来这里探寻一下野人的踪迹，看看有没有野人以前留下了什么东西。现在准备进去走一走，因为它是一个峡谷嘛，所以我们现在进去参观的话，必须要走这样的栈道。所以说，在这样的地方，野人呢还真是会选。一般大家都知道，野人选择的地方呢都比较偏僻。我来到这里有点感受，就是什么？这里有点不像是南方啊，树木呢全部落叶了，跟北方差不多，挺奇怪的。这个地方被称为三月洞，洞内曾经发现过野人的踪迹，有毛发和生火居住的痕迹等等，是野人踪迹考察的重要地点。走到这个地方，我发现跟苗人谷很相像，就是湖南的，那里属于土匪居住的地方。那大家想一想，这个地方以前如果没有栈道，那么怎么通过呢？没办法通过吧？那只有野人可能呢身手敏捷，能够快速的通过。你叫我们的话是没法走的。所以野人呢，确实很会选择地方，在这样的地方，我们说生活隐居，相当于是那个上面呢有个山洞，不知道是不是野人当时居住的地方。反正我现在这样看起来，跟湖南湘西的那个苗人谷啊，简直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现在等于是这样行走在上面，看到没有？旁边全是岩石。你如果说没有这个栈道的话，根本是没法行走的。因为我们对野人的印象就是说跑得快、长得高，他身手非常敏捷。那么在神农架这里，关于野人的传说这么多，是否真的有野人呢？1974年5月份，当地村民在野人洞所在的山上砍柴，再次发现野人，并与野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。此事震动了世界，这个野人洞之谜就打开了。还有1993年，铁道部的工作人员来神农架旅游，当时的司机发现前方20米处呢有3个野人低头迎面走来，当时的乘客急忙下车观看，但是野人发现有车过来，急忙呢就逃到公路下面的树林里面，马上就消失不见了。因为跑得快嘛，又高又大，在树林里面呢又非常灵活。所以在神农架里面，关于野人的传说非常多，而且呢有很多野人洞。这个野人谷不小啊，走了这么久，还算是外围。现在通过这条吊索桥进去里面，到底能不能找到野人的踪迹呢？反正在这里得仔细探寻。整个这个野人谷大概有3公里长。如果在很早以前有野人生活，那么应该是在这个野人谷的深处。这些地方有水、有山、有树的，相当于是一个世外桃源。因为很早以前很多人隐居，可能就是找的这种山谷，所以说野人也是会找地方。在野人谷走了这么久，终于发现野人的塑像。那这里展示的是生活在这个野人谷的野人们，他在狩猎归来。因为他们生活也主要是靠打猎嘛，所以说他们每次呢回来都是满载而归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野人高大，力量呢比较大，所以呢他们狩猎一般都是比较成功。还有一点呢，在很早以前，这个里面呢动物呢也非常多，相对而言他们去打猎去狩猎，收获呢也比较多。那么大家看到他手上的东西没有？就是一些工具。由于他们本身力大无穷，所以他们经常狩猎是依靠自身的原始力量。那么是什么树木、石块是它的辅助性工具。这个环境确实非常不错。假如说没有开发的景区，没有这个栈道，这些地方相当就是原始森林。刚刚走到这里，发现突然坐了一个人，吓一跳。结果呢是一个假的野人，大家看像不像？
披头散发的，看起来是不是有点恐怖？走在这峡谷里面，发现的水非常清澈，这真的是大自然的馈赠啊！神奇的山泉水。走在这个山谷里面，温度还是非常低的。看看一个神奇的东西——冰雕。这个上面的水流相当于比较小，流下来结成冰的，非常漂亮吧？看到这里没有？很大的水流，然后这里有个水潭，它这个叫做英雄潭。水深大概8米，传说呢，这里只有野人王和野人英雄才敢在这个地方洗浴，所以呢，相当于这也是一个澡堂子，一个浴室。我们在野人洞看到了野人洗浴的地方，那这里同样如此啊，并且这刚才说了，这个只有英雄和首领才能在这个地方，那其他的那个野人呢，就在其他的地方，所以这个地方非常有意思吧。野人洗浴的地方，它这边的水还是挺大的，基本上是一个小型的瀑布了。这个地方还是属于野人谷的一部分。其实在这里呢，以前都有野人生活的踪迹。那么在这个地方啊，还有一段故事呢。在唐朝的时候，武则天的时期，有一个薛刚访唐，当时呢，庐陵王李显，就是后面的那个唐中宗啊。他当时不是那个被我们说的发配到防线嘛，就是在这个野人谷的外面。当时薛刚访唐的时候呢，他可能怕受到连累，就躲到这个野人谷里面。那包括后面清朝石达开嘛，太平天国的时候，他西进的时候也路过这个地方。到最后呢，他是在大渡河失败，但是呢，在这里呢也停留了一段时间。所以这个野人谷啊，最早是野人。后面是李显，最后面是石达开，现在呢就变成景区了。这个瀑布是不是有点像3个一字啊？同时呢，也像是四川的川字，然后最后呢，3条瀑布合成一条，山川归一嘛。在这个野人谷还有一些故事。1976年10月8日的上午，当时有一个小学教师带领14名学生上山搞小秋收，走到天子坪，发现一个红毛野人在茅草丛里面行走，先是由东向西，后来又由西向东，转了2个圈子，同时呢右胳膊走抹了一下脸，用手理了一下头发，然后呢上山钻进了密林。当时的老师带着学生藏在树丛中，一直等到野人走后才回到学校，因为也确实会害怕嘛。从76年到97年，还有呢其他的教师等人多次发现野人，所以呢这个桥上有很多野人出没。76年全国野考工作正式从桥上开始。说真的，如果很早以前有野人在这里生活，他们确实很会找地方哎。因为那个时候属于原始森林，就像世外桃源一样的，一般人是找不到这个地方。在这个河流当中有一块巨大的石头，大家猜是什么？它叫做镇古玉玺，相当于古代的那个皇帝的玉玺一样的。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里就是说啊，在很早以前上古时期，当时呢野人部落的一个英雄叫布鲁啊，他向尧帝求那个治水的方法，因为以前这个野人谷啊洪水很大，经常淹没野人的我们说的住房类似，所以呢他就向尧帝求方式。尧帝呢给了他一块石头，他拿回来呢放到这里呢，石头立马就变大，然后阻挡了河水，就相当于这个泛滥的洪水啊就治理好了。上面有几个字啊，当然这是个传说。那么看了野人洞、野人谷这些地方，大家是否相信这里真的有野人呢？反正众说纷纭，以前说有很多人看到野人，但实际的话我们都不太清楚。